大家好，欢迎来到秋月漫谈。我用真实、缓慢、清晰的中文聊语言、人生、文化、科技，关注那些你我都关心的事情。我是主播秋月。嘿，朋友们，大家最近怎么样呀？这一期我想聊一个我其实很早就想聊的话题，那就是中国和欧洲这里的节日的起源。为什么我想聊这个话题呢？那就是我来了荷兰之后，我观察到荷兰的公共假期基本上都是和宗教相关的，尤其是和基督教圣经里所发生的一些事件相关联的日子，被欧洲尤其是荷兰的国家拿来当作公共假期。这一点和在中国就非常的不一样。我来荷兰之前呢，虽然因为西方的电影呀、电视剧呀之类的一些文化输入，我可能会听说过，比如说圣诞节、万圣节或者复活节之类的假期，但是我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些假期其实都是来源于宗教的。比如说圣诞节是耶稣出生的日子。那在中国的公共假期，它一般是怎样的一个机制呢？那首先最大的一个点，尤其是和欧洲这里不太一样的点，就是中国的很多节日都是基于农历的。农历指的就是 lunar calendar。那为什么叫做农历呢？农指的就是农业。那在中国古代的时候，农民们的生产的这样一个节奏都是按照自然的本身的一些节奏来运作的。那农历的另外一个名字叫做阴历。那阴相对的就是阳，阴阳，对吧？那阳历指的就是 Gregorian calendar， 也就是现在全世界都在使用的这样一个日历。所以阳历和阴历就是在中国同时存在的两个日历。那阳历一般统管着就是正常的日常生活，对吧？那我们也都还是生活在2026年的4月份或5月份的某一天，和西方世界的时间是一致的。但是呢，中国人的文化生活其实是受到阴历或者农历的统治的。那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中国的公共假期。从小到大，其实我已经非常习惯，就是公共假期每一年都不一样。这是因为中国的公共假期都是按照阴历来的，而阴历和阳历之间有那么几天的差异，所以每一年的时间都不一样。可能去年的春节是2月10号，那明年的春节可能是1月20几号，每一年都不一样。但我其实已经习惯了。但是当我来到这里和别人解释为什么春节每一年都不一样，为什么另外一个节日每一年也不一样，才意识到这样一个两种日历同时存在的情况。当然，这样的情况不仅仅是中国，那我相信在印度呀，以及别的一些国家都有自己的日历。
但大多数情况下可能和中国的情况都比较类似，那就是日常生活按照阳历来，按照 Gregorian calendar 来，但日常的文化生活、假期呀、一些祭祀的日子呀，可能是按照他们自己的日历来。但很有意思的一个国家就是泰国，泰国他们的日常生活其实是按照他们自己的日历来的，那就是佛教太阳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佛教太阳历的日子其实是比 Gregorian calendar 的日子早543年，所以现在比如说我们是生活在2026年，那如果你去泰国，你就会发现那里的日历都是2569年，然后月份和日子和阳历里的日子是一样的。那我去泰国之前完全没有听说过这件事情，然后我去那里的时候，我看到日历上的日子，我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后来才知道原来泰国的日常生活就按照他们自己的佛教的日历来。那说回中国的节日，我认为中国的节日都是基于自然的，也就是 nature-based festivals，而西方世界基本上就是宗教为主，或者说当地的一些传统习俗为主的节日。这并没有说哪个好哪个坏，这只是从很久以前开始形成的一个习惯，然后传承到了现在。但我只是觉得这样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还挺有意思的。那具体说一说中国的一些节日吧。那春节大家自然都是知道的，那春节也就是中国新年里的春，就是指的春天。那春节本身的含义就是庆祝冬天的结束，然后春天的开始，所以春节是比中国新年更常用的一个说法，至少在中国是这样。那在阴历里，春节就是1月1号，但是阴历的1月1号和阳历的日子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一年春节的假期都不知道是哪一天，你需要去算一下，然后国家需要公布，今年的春节假期是从哪一天到哪一天。那春节大家一般做的事情就是回到自己的老家，然后和家人一起庆祝除夕，然后在初一，也就是1月1号那一天，有的人会去给他们的祖先或者是去世的人的坟墓前去祭祀。那第二个重要的假期就是清明节。清明节的来历就更加复杂，但本质上也是基于古代中国人对自然的观察而来的。那清明节本身它是中国的24个节气当中的一个。那24个节气指的就是古代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的运动以及月亮的运动所制定的一个对待农业的节奏的一个方式。也就是古代中国人把一年分成了24个不同的阶段，而这24个阶段的第一天都是有自己的名字，也被认为是比较重要的一天。那比如说比较重要的有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等等八个日子。这8个日子呢，
主要就是讲春天开始了，也就是立春。那春分就是指春天进行到了一半，立夏指的就是夏天开始，等等等等，也就是4个季节被分成了8个部分吧。那24个节气里剩下的一些日子，就是更细微的一些气候变化，比如说其中有一个节气叫做雨水，指的就是这一个阶段会下雨下得更多。那另外一个节气可能叫做大雪，也就是这段日子会下大雪。而清明就是这当中的一个节日，一个日子。那这一天一般来说是春分之后的第15天，而春分指的就是春天的正中间的这样一个日子。所以在清明的时候，一般来说就是春天最美的时候，各种各样的树和草都发芽了，有些花还开了。所以在这一天的时候，一般中国人会带着花呀，会带着一些祭祀的东西到他们的祖先或者过世的亲人坟墓前去拜访他们，然后也会去踏青。所谓踏青字面的意思就是踩在绿色的草上的这样一个意思，所以踏青指的就是去自然里享受春天的美好。24节气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很推荐大家可以去深入了解一下。那接下来就是中秋节。我个人认为中秋节在中国是第2或者第3重要的节日，仅次于春节以及国庆节，但国庆它不是基于农历的节日，那在这里我就不多说。中秋节从名字上来说，你就可以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中就是中间，秋就是秋天，所以中秋节就是在阴历里秋天的正中间的这样一个日子。那在这一天呢，也就是农历的8月15，这一天有2个重要的事情你需要知道。第一个呢，中秋节它象征着农民们可以开始收割他们在春天种下的农作物。那第2个点就是在中秋节的晚上，月亮一定是满月。那满月呢，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就是大家人需要聚在一起圆满的这样一个节日。这也是为什么在中秋节的时候我们都会吃月饼，因为月饼它本身就是圆的，也就象征着家人都聚在一起圆满的这样一个概念。那正是因为中秋节的存在，在中国人的一个文化生活当中吧，秋天总是和月亮结合在一起的。这也是我的名字的来源，秋月，对吧？秋天的月亮象征着圆满，象征着收获。那接下来的一个节日就是端午节。端午节是农历的5月初5，但是它的起源其实有很多不同的说法。那我小时候学到的一个故事，就是在古代的一个诗人在这一天投江自尽，后来为了纪念这一天，然后大家就开始了端午节。但是同时也有很多其他不同的说法了。那在这一天大家会做的事情其实还蛮不同的，但是所有中国人都会做的一个事情就是吃粽子。那粽子其实就是包在竹子叶子里的米饭，或者说糯米。但除此之外，在全中国，因为中国很大嘛，每个地区做的事情还挺不一样的。
比如说有的地方他们就会赛龙舟，但其实在我的家乡并没有这样的习俗，但赛龙舟可能是在中国比较常见的一个习俗吧，所以在英文里端午节的名字叫做 Dragon Boat Festival， 但这并不能够概括全中国大家在做的事情。其实我觉得粽子节会是一个更加恰当的名字。那我说的这些节日都是中国的公共假期，那除了公共假期之外，还有别的一些节日国家不放假，但是人们也会去庆祝的一些日子，比如说财神节，对吧？财神节是阴历的1月初5，那大家会做的事情就是请财神到家，也就是放一个财神的小雕塑在家里，然后在这个雕塑的前面放一些吃的等等，来表达自己想变有钱的这样一个希望吧。那还有比如说重阳节，重阳节也被称为鬼节，也就是在这一天的晚上，街上就会有很多的鬼。在中国当然也有一些别的假期，公共假期不是按照自然或者按照阴历来的，比如说国庆节，比如说元旦节，但中国人的文化生活可以说是被阴历或者农历统治的。当人们常常说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其实我在中国生活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来了欧洲这里之后，我才意识到中国文化指的是什么。当然这其中也有很多不同的部分，但其中的一个部分指的就是中国的农历以及中国人的生活是如何受到了农历的影响，以及在不同的节日里大家做的事情，一方面是受到了自然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受到了佛教在中国的一些影响。比如说可能在大年初一的时候，除了去上坟，除了去拜访自己的祖先或者去世的亲人的坟墓之外，有些人也会到寺庙里去上香。然后刚刚提到的财神节，财神就是中国神话里的众多的神明之一，所以中国人的文化生活可以说受到了农历的很大的影响，但同时也受到了佛教以及所谓迷信的这样一些影响。但佛教在中国并不一定是一个宗教吧，至少不像在欧洲这里的基督教的地位一样。在中国其实信佛教的人并不多，大家更多的是受到了佛教的经书里的一些处事的态度、处事的方式的影响。所以我认为在中国，佛教更像是一个哲学流派或者生活方式。那这一期稍微深度的聊了一下中国文化当中的一部分，如果你有别的中国文化当中比较感兴趣的内容，欢迎告诉我，我们可以深度聊一聊。那这一期播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秋月漫谈是一个面向中文中高级学习者的中文播客，我用清晰而缓慢的中文聊你真正关心的话题。除了免费的播客 newsletter 以及带有中英字幕的视频之外，我还提供针对严肃中文学习者的付费内容，包括修订后的中英文文本、
播客里较难的5个单词和例句，以及与播客内容相关的5个问题，都附带我的录音。每个月还会有一次播客话题的投票。感兴趣的话，欢迎查看我的 Patreon 内容。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